我总觉得，女人如果活在唐代，一定是最潇洒的。你看，武则天能够当女皇帝，杨贵妃不用为减肥发愁，玉真公主可以一边出家为道，一边跟王维和李白两位大诗人眉目传情。而像上官婉儿这样，从名家之后到卑微女奴，从妙龄才女到文坛领袖，从巾帼宰相到后宫嫔妃，身份转换之快，情节变化之猛，更像一部精彩纷呈的长篇电视剧。她是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儿，又是女皇帝武则天的首席大秘，还是唐高宗和唐中宗父子俩人的妃嫔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天生丽质，风姿出众；作为一介文人，她才情动人，细腻脱俗；而作为一个政客，她野心勃勃，不择手段。虽然她只在人世间度过了短短47年的光阴，却成为让无数后人仰望的大唐星空当中最耀眼的星星之一。应该说，上官婉儿传奇的一生从她母亲怀上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据传，母亲郑氏怀孕期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一个巨人给了她一杆秤，只此称量天下事。郑氏醒来后兴奋不已，觉得自己腹中的胎儿一定是非比寻常，将来能够成为称量天下的雄才。于是她开始日盼夜盼孩子平安落地，好有朝一日光宗耀祖。谁知最后咕咕坠地的却是一个女婴。郑氏不由对梦中的预言产生了怀疑，她经常对着襁褓之中的婴儿询问：“你是不是真的有巾帼之才啊？可你为什么会是一个女儿身呢？”郑氏的失望与怀疑在上官婉儿的成长过程中总是不自觉地表露出来，深深影响了女儿的性格和一生。更让郑氏意想不到的是，上官婉儿还没好好享受小公主的待遇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便悄然而至。唐高宗麟德元年，公元664年，也就是上官婉儿出生那一年，唐高宗李治对皇后武则天独揽大权深为不满，找到他的祖父也是当朝宰相的上官仪，密谋废除武则天的皇后之位。没想到东窗事发，个性懦弱的李治将责任全部推给上官仪，导致上官仪和儿子上官庭之一起被武则天处死。而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则随母亲郑氏一起发配到掖庭。所谓掖庭，就是皇家的劳改场，这里关押着犯了死罪的皇族和官员的女眷，他们从此告别自由身，沦为低下的奴婢。可以想象，本是豪门少奶奶的郑氏突然从天堂坠入地狱，内心有着怎样的煎熬。好在郑氏没有自怨自艾，她又想起那个称量天下事的预言，不管是真是假，自己带着唯一的女儿活下来就是希望。于是郑氏使出浑身的解数，对上官婉儿悉心教导，教她唱歌、弹琴、写诗对赋，把她当男孩子来培养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之下，婉儿不仅很快出落成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，而且饱读诗书，聪慧机敏。是金子总要发光的，在婉儿14岁这一年，她的美貌和才华惊动了武则天。武则天这个女人虽然冷酷无情，但也非常爱惜人才。史书记载，她正有几出，明察善断，当时英贤竟为之用。因此当上官婉儿的大名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，她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个小姑娘。结果上官婉儿一露面，就以出众的相貌、高贵的气质和不俗的谈吐，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天后啧啧赞叹。武则天还当场出题让她即兴作文，婉儿略一沉思，便从容挥毫，在众人的屏息围观中，一篇绝妙的美文竟一蹴而就。待武则天展读她的文章，更是两眼放光，忍不住大声击赏。武则天不是那类重男轻女的老封建，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她，有着鲜明的女权思想。而且英雄总是惺惺相惜的，武则天也不例外。她在这个14岁的小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影子。想当初，她也是14岁那一年告别了相依为命的母亲，
背井离乡，只身一人来到国都长安。从此，一扇与众不同的命运之门为他打开。如今，这个罪臣之后，亭亭玉立，对答如流，让他生起了眷顾之心。这样一个才貌俱佳的女子，应该留在自己身边，为自己所用啊！武则天当即下令解除上官婉儿的奴婢身份，让她掌管宫中的诰命，就是专门负责起草诏书。只不过那会儿宫里还没有女官的职位，于是武则天就直接给了她一个才人的名分，名义上是唐高宗的妃嫔，其实说穿了就是武皇后的私人小秘书。昨天还是低微下贱的女奴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皇帝的妃子，皇后的秘书。上官婉儿的命运从此改变。一天，她不知道等了多久。从小，母亲望女成凤的期待，当中又夹杂着对她只是一名女儿身的失望。昔日家族的荣耀和掖庭生存的屈辱，种种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，让小小年纪的婉儿既自卑又自傲，既想早日冲出牢笼，又对权力有着一种莫名的向往。如今，这个曾经终结自己祖父和父亲生命，害得自己和母亲沦落为奴的仇人，又给自己施展才华的平台。上官婉儿的心里更多的不是抗拒，反而是感激，是那种视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恩。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上官婉儿，早就把什么血海深仇抛到九霄云外了，生存乃至发展成了第一要务。何况她也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弱女子而已，哪有复仇的资本啊？能找到一棵大树靠着，就阿弥陀佛了。上官婉儿为了自己的生存，只能摒弃杀父之仇；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，只能死心塌地地为武则天卖命。而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个正大踏步迈向权力巅峰的女人来说，连仇人的后代都能够提拔重用，给予优厚的待遇。试问天下才子，又有谁不拥戴这样一个胸怀大度的天后呢？要知道，武则天从昔日唐太宗李世民身边小小的才人，在残酷的宫廷斗争当中一路扶摇直上，成为和唐高宗李治并驾齐驱的二圣，必有过人的胆识和超强的自信。武则天对上官婉儿的重用，充分体现了这位女皇不计前嫌、选贤任能的胆略和气魄。天寿元年2月，也就是公元690年，武则天废儿子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，干脆自己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周。李唐旧使徐敬业在扬州起兵，公开向武则天宣战。当时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还在网上写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，一时间这篇檄文名动天下。不料武则天读过之后，竟兴奋异常地问上官婉儿：如此文采是何人所作？见武则天不仅不生气，反而为骆宾王的文章叫好。上官婉儿马上请求女皇帝刀下留人，放骆宾王一马，又奉劝武则天应重科举，兴诗社，鼓励文人创作。武则天欣然同意，且一一照准。此时的上官婉儿早就忘掉了曾经的血海深仇，被武则天的聪明才智和知人善任所圈粉。特别是一代女皇广招天下奇才，更是让这个上官婉儿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通天元年开始，武则天又让上官婉儿帮助自己处理百司奏表、参政议政。上官婉儿也不负所望，事无巨细，处理起来都兢兢业业，得心应手。武则天已经把她视为自己的心腹之人，从一个罪臣孤女成长为一代女皇的贴身秘书。武则天对她的信任和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王公大臣。此时的上官婉儿权势日盛，说她已经成为武则天的首席大秘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其实在武周的政治舞台上，上官婉儿并没有宰相之名，但却公认有宰相之实，以至于被后人称之为巾帼宰相。女皇帝武则天以她过人的胆识和魄力，重用上官婉儿，给她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。
女皇与才女的合作可以说是造就了一段历史佳话。然而伴君如伴虎，就算上官婉儿再忠心耿耿，再曲意逢迎，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。有一回，因为一件事儿，他触怒了武则天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具体是什么事儿呢？史书里记载的比较模糊，也许是他擅自修改了一段诏书，没有及时请示汇报，也许是他跟女皇帝的男宠张昌宗过从甚密，引发了女人之间的醋意。武则天一怒之下要将他问斩，只是因为怜惜他的才华，最终免于一死。但上官婉儿却被处以情刑，即在脸上刻字，然后涂上墨炭，永世不得去除。尽管上官婉儿在自己额头的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以遮掩，但死里逃生的她开始有了二心。这个昔日的杀父仇人终究还是露出了青面獠牙，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张开血盆大口，将自己彻底吞噬。上官婉儿还发现，这个朝夕相对的老太太毕竟年过80，垂垂老矣，早已不复当年杀伐果断、英姿飒爽的模样。此时朝堂上早已危机四伏，各方政治势力都在厉兵秣马，蠢蠢欲动。这种情形下，与其一棵树上吊死，不如找一个可靠的下家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这种墙头草、随风倒的政治品德，不仅导致了武则天的迅速垮台，也把上官婉儿的命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，请点赞和关注我。